上个世纪50年代，大批的男人奔赴大西北垦荒，这里没有女人，只有憋着火的男人。平常他们都调侃，就连石头都是公的。女人成为一种奢望。在这种女人可遇不可求的情况下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出现了。面对周围目光如火一般的男人们，女人羞涩不已。母胎单身的男人们开始议论纷纷，这个女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女人名叫文秀，她拿出了介绍信。队长纪刚看到后表示很欢迎。文秀的到来让这些糙汉子们有些兴奋，以至于到了晚上，男人们时不时朝文秀的方向看，解解乏。在纪刚的提议下，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最好的住宿条件给文秀，可不能苦了人家妹子呀。众人怂恿一个哑巴将自己的床板搬到文秀那里，纪刚也帮忙收拾着房间。西北条件艰苦，所谓的房间也只是在地上铺上杂草，盖上床板，周围都是烂泥堆成的土墙。不过文秀没有抱怨，而是住了下来。到了白天，男人们热火朝天地干着活，文秀就在一旁收拾。纪刚仗着自己是队长，掌握着主动权，一直死皮赖脸地追求文秀，但文秀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，只觉得纪刚太野蛮。几天相处下来，纪刚憋得难受，看到文秀屡次拒绝自己，他再也忍受不了，挑个时机准备霸王硬上弓。文秀宁死不从，拼命挣扎，好在哑巴及时赶到，纪刚才没有得逞，转而怒气冲冲地让哑巴滚，并警告哑巴不准靠近文秀。无处发泄的纪刚一个劲地拿手下撒气。文秀知道纪刚只是在生自己的气，但因自己的出身让他不敢接受纪刚的追求。这天文秀在田里干活，突然被毒蛇咬了一口，纪刚顾不得太多，用嘴巴帮他狂吸出了毒血，举手投足间温柔尽显。这一英雄救美的举动也让文秀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。在休养的这段时间，纪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百般呵护。他的执着终于打动了文秀，文秀也决定接纳这个男人。从那以后，两人的关系升级成了情侣，感情也在一天天的打闹中逐渐升温。在一片荒漠中，两人情难自已，相拥在了一起。激情过后，纪刚突然问起了文秀的经历，为什么像文秀这么漂亮的女人会愿意来这片荒漠受苦呢？文秀撒娇似的说道，不许问。纪刚笑着将文秀搂入怀中，他还不知道文秀是个青楼女子。半年前青楼被解放后，她和一群姐妹乘坐列车被分配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可好景不长，某天晚上，文秀和纪刚在被窝里缠绵时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外面的人喊着香姨的名字。香姨是文秀在青楼时候的化名。文秀赶忙开门，是当年的好姐妹翠翠找上了门。翠翠满脸泪痕地告诉文秀，她的风尘身份被丈夫发现了，她没脸再见人了。原来自来到大西北后，翠翠很快就和当地的垦荒队队长好上了，不久便结了婚。翠翠满心欢喜的要给队长生一个大胖小子，可就在某次缠绵时，队长发现了翠翠后颈的梅花痣。他猛然记起那年在青楼玩乐时，有一个妓女后颈也有一颗这样的梅花痣。这下子队长如梦初醒，怪不得他总觉得翠翠眼熟。原来两人早就有过炮火之约。翠翠哭着恳求队长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，不然她的一生都毁了。队长却对这个欺骗自己的女人厌恶无比，在一把推开翠翠后离开了那个家。翠翠不断地跟文秀哭诉，全然不知纪刚就在里屋里听着，转头就看到纪刚站在门口。如今纪刚知道文秀是风尘女子的事实，文秀无地自容。翠翠立马明白过来，连忙说道，这位大哥别听我瞎说，我是个疯子，我真是个疯子。刚一说完，翠翠就跑了。纪刚一眼就看出他在说谎。两人进屋后，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。面对自己的爱人，文秀不装了，讲出了自己的过去。由于家里穷困潦倒，文秀很早就被家里人卖到了青楼。当年的她无力反抗，甚至想过用自杀来结束这一切。可最后还是翠翠劝下了文秀，她告诉文秀，这一切都是命。纪刚听完后才明白，当初文秀为什么对过去的事闭口不谈。两人就这样呆呆地坐着，文秀的眼泪在打转，纪刚也自顾自地抽着烟，一言不发。天一亮，纪刚没有多说什么，再扔下一句话，这里只有文秀，没有香姨后，就离开了。本以为这件事会不了了之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翠翠就真的疯了。想给丈夫生个大胖小子的她，总以为自己有个儿子，甚至还当街抢别人手中的孩子。别人对她又打又骂，丝毫不客气地称呼她为婊子。翠翠彻底失去了做人的尊严。得知情况的文秀立马赶了过来，扶起翠翠，却发现翠翠连她都认不出来了。文秀痛苦万分，为了唤醒疯掉的翠翠，她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香姨的名字。脱口而出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原来文秀和翠翠是同一类人，都来自青楼。
周围吃瓜群众纷纷投来唾弃的眼神。纪刚见此情景，失望地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文秀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无人照料的她开始在床边呕吐不止，甚至在干活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孕吐。哑巴知道后，不仅没有歧视，反而留在身边关心着她，还经常给她送来好吃的，这让孤单的文秀也有了些许安慰。晚上，纪刚来找文秀，并带来了一个沉重的消息：翠翠和她的丈夫都死了。那天，丈夫正在沼泽地里干活，翠翠看到后不顾一切地冲过来，结果越陷越深。丈夫为了救翠翠，最终双双殒命。翠翠死后，只有文秀愿意来河边悼念她。之所以文秀如此关心翠翠，是因为当年在青楼的时候，翠翠曾经帮过她很多。一次，青楼里来了一个很变态的客人，新来的文秀不愿意接客，老鸨子发火，让手下暴打文秀一顿，最后还是翠翠出头替文秀接下了这个客人。妈妈，别老消消气儿，这姐妹刚来，还得好好调教。得，今天的客人我接了。翠翠的恩情深深印在了文秀的心里。没过多久，纪刚为了避嫌，和一个刚认识的女人结婚了。婚房外面鞭炮齐鸣，热闹非凡。文秀看到后伤心不已，哭着跑了很远。她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她？伤心过度的她晕厥了过去。一觉醒来，才发现自己躺在房间里，是哑巴救下了她。其实哑巴早就暗恋文秀很久了，这纪刚一走，哑巴的机会就来了。他表示，即使文秀怀了孕，他也愿意当接盘侠，以后孩子生下来，他就当亲儿子养。哑巴把自己的想法全写在纸上，他想娶文秀为妻，但文秀第一时间拒绝了他。哑巴不依不饶，干脆跪下恳求文秀答应自己。文秀是个明白人，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总是充斥着不乐意、不如意、不满意。如果改变不了，就要去适应。哑巴的执着最终打动了文秀，两人顺利的结了婚。哑巴得偿所愿，10月怀胎，文秀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但没人知道这孩子是纪刚的。文秀给孩子取名洋洋，哑巴也遵守承诺，将洋洋当作亲生骨肉，每天陪他玩闹嬉戏，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。随着孩子慢慢长大，周围人也渐渐发现这个孩子长得和纪刚很像。纪刚这边结婚几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听到这些闲言碎语，纪刚也开始怀疑文秀的孩子是自己的。纪刚反复询问文秀，却得到文秀否定的回答。久而久之，他和文秀的绯闻被当作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。纪刚的老婆也知道了他们以前的那些事，他知道不是自己不能生，是纪刚不愿意碰自己，他心里还有文秀。老婆一气之下拿起包裹回了娘家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纪刚成了孤家寡人，但他并不感到伤心，反而将所有感情倾注到了洋洋的身上。为此，他特地做了一把玩具手枪送给洋洋。纪刚搂着洋洋，他知道洋洋就是自己的儿子。这时，洋洋突然叫了声爸爸，一转头，原来是哑巴拉着板车回来了。洋洋激动地跑了过去，哑巴对着洋洋又亲又抱，并将省下来的点心拿给儿子吃。看到这温馨的一幕，纪刚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几天后，洋洋突然高烧不退，文秀想出去给儿子找医生，可外面刮起了沙尘暴。哑巴不忍让妻子出门，便自己独自走进了风沙中。不幸的是，哑巴迷失在了荒漠里，丢掉了性命。母子俩在哑巴坟前痛哭流涕。纪刚看着伤心的母子俩，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他主动上门祈求文秀的原谅。文秀对纪刚的态度依旧十分冷漠，纪刚只好搬出儿子说事。文秀却告诉纪刚，他不配拥有这样的儿子，以后也不要再来了，他和洋洋不欢迎他。纪刚知道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某天，纪刚开着拖拉机进城，洋洋闹着也要去，纪刚拗不过，只好带着洋洋上了车。没想到从城里回来后，独自回家的洋洋却没有回家。文秀心急如焚，叫上了纪刚，两人漫山遍野地寻找洋洋的身影，终于在哑巴的坟前找到了哭泣的洋洋。原来这孩子是想他父亲了。他进城只不过是想买父亲平时喜欢吃的点心拿给父亲吃，只是哑巴父亲再也吃不到了。母子俩哭成一片，这些纪刚都看在眼里。此后，纪刚一直偷偷帮助着母子，他自己也一直没有再娶。风里雨里，10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。洋洋很有出息，靠着勤奋苦读考上了大学。文秀也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。为了供洋洋上大学，文秀吃了不少苦，但他偶然间发现纪刚也在给洋洋寄钱。如今两人都已经年迈，一直冰冷的关系也有了好转的迹象。看到面前咳嗽不停的纪刚，文秀原本坚硬的心也软了。他从后面抱住了纪刚，
此刻他终于承认洋洋确实是他的儿子。可就在两人重归于好之际，纪刚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在嘱托文秀要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后，撒手人寰。这一刻，文秀陷入了崩溃，趴在纪刚身上嚎啕大哭。唯一遗憾的是，纪刚到死都没能等来洋洋喊他一声爸爸。最终，文秀将纪刚埋葬在哑巴的旁边。两个男人，两种爱。当生命都消失的时候，一切的爱恨都不那么重要了。文秀的人生充满了悲欢离合，从被迈入青楼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一辈子都在和命运做抗争。只是天不遂人愿，人们总是盯着文秀的过去揪着不放。文秀也一直活在别人的议论当中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够做到不顾世俗，只有用时间去换得放下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